大家好，2022年赵丽颖的新戏《幸福到万家》要正式的上星播出了。看过预告片的您也肯定会知道，这部主旋律畅响的时代的正剧，将极有可能成为赵丽颖转型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了。跟着呢，冲角的道路上成败与否，以及影评的网站上分数多少，注定会成为赵丽颖重塑主流辉煌、开挂第二人生的绝对的重头戏了。说到这儿，仔细的您会不会像新闻我一样，突然之间发现赵丽颖是真的完美蜕变成为了秋菊了，而这个秋菊立马就能够让人产生出了一种破壳而出的孔丽的既视感出来了。那么这种既视感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讲究呢？今天新闻我就专门的跟您聊一聊，或许您真的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因为新闻我一贯都是最讨厌跟风的，因为我的特立独行、胡思乱想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夜晚的时候，更是夜潮汹涌，无法睡眠的那一种。自然而然的也包括王一博了，因为王一博的《冰与火》同样承载着人设变身、演技突破的转承重担，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容有失的。如果您一路都在寻求着生命当中的温暖，或者一路都在好奇着赵丽颖、王一博能够在各种突如其来的风霜雪雨当中，为什么依旧可以初心不改、温度本真呢？那么追求阳光、温暖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且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温暖不是永恒的索取，而是心火的燃烧、热血的互动以及脚下的行动。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得到，幸福到万家的预告片当中几个关键性的镜头已经带出了整个故事的转折与高潮了。而这些高潮中的何幸福，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秋菊，如果那个秋菊上身的赵丽颖的眼神杀完完全全的迥异于古偶，完完全全的迥异于神语，那么大家伙真的就可以把40%的担心跟手里面的瓜一同消化掉了。第一幕就是女主何幸福嫁到万家庄，婚礼还没有走完，就因为婚闹的陋习怒砸了，而且还是砸伤了孙支书的儿子了。第二幕当中，这个耿直的何幸福因为动迁的问题跟老对手孙支书直接的叫板，对簿了公堂。第三幕，那个不服输的何幸福进城打工的时候能屈能伸，就是要积攒下一口气，而且要争回来。这里的气场值得格外的留意。第四幕，视野开阔了的何幸福开始大搞民宿，开始举报污染环境的大企业。这里的眼神杀注定是最炸的开始了。说到这儿，请注意秋菊上身的眼神杀，从小我的倔强到憋气的隐忍和成长，跟着呢再到阶段性的大我的高调和爆炸性的火力全开。这种幸福演变的眼神杀注定会和主打空洞的谁是凶手的眼神杀截然不同了。如果大家伙都从何幸福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了这个赵丽颖的话，同时也找不到了神语的话，那么大家伙心里面所剩下的那60%的对白玉兰奖的念念不忘的担心，就可以兑换成为了小拉菲的红酒杯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部剧的故事的背景可不简单。如果您有些了解，甚至曾经喜爱过巩俐的话，您肯定听过，也肯定知道
陈元斌的代表力作那部传奇小说《万家诉讼》了，也就是知名的《秋菊传奇》，或者说被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张艺谋以及著名影星巩俐联袂改拍的那部大名鼎鼎的电影，即堪称划时代的那个秋菊打官司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堪称划时代，因为它是改开年代乡土中国的缩影和折射，所深度涉及到的那些深层次的冲突和矛盾，更是农村普法和维权践行的各种高度的提炼和浓缩了。吃瓜的群众们如果光看热闹的话，肯定会错过无数的亮点和精彩的。例如秋菊的各种变着法子的挑事儿和闹事儿，在不少人的眼中或许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屁大的事儿而已，特别是在现代的人的眼中。但是您或许想不到的是，这些秋菊正在做或者说想要做的事儿，其实都是一个时代默默的进步，或者说一个社会健康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的所有必经必由的阵痛和喜悦了。因此秋菊的鸡毛蒜皮点点滴滴都是亮点，而且也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那种趣味度满满的必然梗了。1990年正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缓缓拉开了序幕的异常兴奋和高光的时间点。作家陈元斌当年在农村采风归来，10天的时间就写成了这部3万字的短篇小说《万家诉讼》，主题就是讲述万家的新媳妇何碧秋为着讨个说法层层上告本村村长的故事。当年小说一举获得了业界的一致的好评，由此改编出来的电影也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成功，甚至陈元斌他本人他自己也为此顺利的当选成为了人大代表了。之后他又续写了秋菊成为人大代表、秋菊打假、秋菊作证等等衍生性的许多的故事出来了，跟着呢汇总在一起就成了业界标杆存在的长篇小说《秋菊传奇》了。跟着呢1992年巩俐主演了这部《秋菊打官司》之后，相关的荣誉简直如同金色的雪花一般奔踏而至了。该片摘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巩俐所饰演的这个倔强而不屈的农村妇女秋菊，不仅让她荣膺呢金鹰奖影后以及日本电影影评人大奖影后的双料的荣誉，而且呢更在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摘获了最佳女演员奖，成为了首位华人出身的威尼斯影后，可谓风头一时无两，正式开启了巩俐刺眼无比的金色的10年了。自打那个时候起，正是因为巩俐耀眼无比的珠玉在前，之后呢没有人够胆把这部《秋菊打官司》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的剧作。谁都想不到的是，时光荏苒，一晃30年过去了，郑晓龙老导演做了这个吃螃蟹的第一个人，竟然勇敢的尝试把这部经典的电影搬上了电视，大胆的来了一次老戏新翻，而且编剧也因地制宜、时移世易的把这个30年前的老的剧本一口气改编成为了2020年代背景下的新时代的电视连续剧了。而且勇敢吃螃蟹的那个大女主演竟然还是古装偶像剧的女王赵丽颖。
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相隔2代人的赵丽颖，以巩俐接班人的姿态，昂首进入到了主流市场，去担纲这部荡气回肠的时代正剧，让人感觉既魔幻又自然。因为转型当中的古偶女主赵丽颖化身成为正剧女主，偏偏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所谓润物细无声，这个长相甜美的小圆脸的女星，居然稳扎稳打的走进了青衣的路线上了，上升了巩俐的代言人了。幸福到万家这回未播先热，先受到了主流媒体的一致的祝福和认可，这跟秋菊的时代的烙印可谓息息相关了。无论这部剧成功与否，其实都已经成功一半了。赵丽颖这回只要是秋菊上身了，就势必会成为8-5花当中首个最早转型成功的顶流的女巨星了。跟着呢，赵丽颖的江湖地位只会跟前辈巩俐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巩皇地位超然，俯首皆是种花了。同样是农村出身的这个赵丽颖，成名之路跟这个秋菊其实是一样的，也是充满了丰富的故事性、偶然性和戏剧性。当年她在工作的时候，无意睹见了一档选秀节目的广告，跟着呢，她就报名参选后，在啥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毅然决然的辞了职，脱离了原本稳定的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舒适区了，一个人跑到了北京去参加这项比赛。这其实跟二话不说进城务工的秋菊或者说何幸福是不是推向呢？他不是科班出身，说话又愣又直，如同把把的飞刀。不服输的他偏偏就跟何幸福一模一样，苦活累活都不计较。于是乎，从小龙套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大女主了。跟着呢，面对惊涛骇浪、狗血不堪的负面舆论，他依旧选择了闷声拍戏，末了拿作品说话就对了。和其他打酱油或者说交际类的女明星不一样，赵丽颖对于演戏这条路有着长足的规划，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跟何幸福的眼界在务实和求变当中慢慢拓宽的整个的过程形同翻版。这种女性视角的豁达与通透，既不会耽误到人生的大事，也不会让家务事去绊住了手脚。您依旧可以看到何幸福身上所折射出来的赵丽颖的背影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有匪刚刚好，就是赵丽颖生育前后的2场大戏了。这2部戏刚刚好，称得上是赵丽颖30而立的古偶巅峰告别剧了。下一波的创业的思想刚刚好，便是何幸福的幸福的期待了。谁都想不到的是，不声不响之间，花开也花落了。很多的偶然都是必然，而很多的必然其实就都是偶然了。理想照耀中国是一部拼盘式的心理剧，在其中的一个单元当中，赵丽颖饰演了一名年轻的村官。看过的人都知道，赵丽颖的戏份不多，不言不语当中试图转型的那种试水明显，细腻情绪的表达见开了。如果说这只是小露锋芒的话，那么在迷雾剧场的谁是凶手当中，赵丽颖所饰演的心理医生沈宇，就算是一个眼神杀倒转置换的神秘的尝试了。他沉着又冷静，神秘
又复杂，就像盛开黑夜的罂粟花一样，既让人不敢去靠近，又却忍不住沉溺其中了。他的理智近乎冷血，他的内心巨大创伤。这种由里到外的眼神杀的进阶和演绎，我也聊过多次的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谁是凶手》的各种的细节和详情。这种心理医生的戏码属于彻头彻尾的黑白的置换。赵丽颖以心理医生的身份助人解题过关，却又以心理治疗的手段种下了各种的恶果。他的经历让他带着残忍，甚至会主动去追求那种虐与被虐的苦难。当一切真相大白过后，他居然才是那个被人玩弄于股掌当中的提线木偶罢了。为着一个粉身碎骨义无反顾的血肉信念，他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仇人的工具了。这些眼神杀既成功打造了赵丽颖的升阶的阶梯，也成功打磨了赵丽颖黑白置换的形体的展示。因此在新闻我看来，利剑淬火千百回，水舞利刃可铸魂。谁是凶手这回算是让赵丽颖走了一趟逝水深浅戏路大开的快车线了。只是这回收官不利，剪辑烂尾，加上故事内核相当阴暗的元素，剧组为了更好的更快的过审，删改了1/3的情节，人物的诸多的行为梗都无法直接的播出来了。因此呢，结局既然用上了字幕的原始的形式来套路，去展示了故事的末了和法律的惩戒，相当的好玩。只是可惜的是，神语的结局那些字幕实实在在没有办法满足到观众们的好奇心的，因为无法彻底的解释清楚他究竟是做了什么坏事呢，也没有彻底的交代清楚他是否利用了心理治疗去教唆杀人，甚至于他手头到底有没有命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仓促的遗憾了。无论如何，从零碎的情节当中，神宇这个人物算是给赵丽颖立住了，暗黑的精髓被他彻底的抓住了。那些执着、偏激、冷静、自律、缜密，就像蜘蛛一样织就好了一张呼吸急促的密网了。而那些被他盯上的那些猎物，压根儿就无法逃脱开来。但他又同时呈现出了相当孤独可怜的一面出来。满怀光明的一片的美梦，一路都被人操控着设计着，也跟着破碎着。神宇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和笑话。这个复杂的人物以及黑洞般的眼神杀，从一出场到字幕结束，都让赵丽颖给彻底的立住了。这种进退自如、眼神全开的信心，新闻我有理由去相信会被赵丽颖再次的带入到幸福当中的。何幸福这个出身农村进城打工，接着又返乡建设农村的新时代的青年，对于赵丽颖而言，仿佛就是人生的投射了。难度原本没有神宇大，只是呢，有对比就有伤害。珠玉在前的那个巩俐是一座堪比的高山，横在了赵丽颖的前路上。翻越了这座高山，就有机会笑逐半生了，甚至比肩巩皇了。如果止步的话，那就只有跌倒重来，期待野蛮的了。因为野蛮的话题其实更加是双保险的打开，值得大书特书的。即便如此，我也曾经开篇聊过很多期的了，
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总之，有对比就有伤害，可见幸福的难度还是无形的，是巨大的，超越了之前的所有的赵丽颖的挑战了。本来吧，赵丽颖如今的江湖地位暂时还没法跟国际巨星巩皇、巩俐去相比较的，只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改编还是比较取巧的，比较圆滑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剧情大概率会去回避秋菊原著里面的那些重叠的情节的，而是主要去讲述后面进城务工、法治维权以及扎根农村等等等等扶贫致富的高光的情节。而赵丽颖目前的主攻的方向又跟巩俐的国际风暂时不同，属于两个方向。所以呢，如果不去特意强调的话，注定大家伙都不会留意到的，这个何幸福和秋菊居然都是改编自同一部小说，而且居然都是赵丽颖和巩俐的一种时空的对话。因此呢，无论如何，赵丽颖这一次致敬前辈，貌似风险很大，其实倒也走得相当的稳妥。或许因应影评和整个市场的反馈，后期的宣传才会渐渐的掀开剧组的原先的更大的野心和真实的面纱出来的。其实当年那个同样野性的巩俐，同样也是充满了野心的。野心这个玩意儿其实就是进步的动力了，而且还是源源不绝的那一种。如果您听完新闻我的一番胡思乱想之后，非常的希望赵丽颖能够像巩俐一样，一部片子就能够囊括3金了，那么30年后的今天，新闻我同样欢迎您大声的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简简单单的3金这2个千万不要外传的神秘的大字。因为当年花千骨一跃传奇的时候，没人能够想得到，同样的，何幸福倘若巩俐上身的话，3金同样是可期的了。众所周知，王炸姐姐转型有望，那么王炸弟弟其实也在加快脚步当中，只是有时候希望越大，失望也不小。那么新闻我到底想说些什么呢？大家伙儿都知道，《冰与火》这部剧是由陈晓和王一博共同主演的。虽然王一博现在是顶流加上主流的存在，同时也是这部剧的最大的看点所在了，但是从之前流出的备案来看，毫无疑问的，陈晓所饰演的角色其实才是顺位第一的男主角，同时也是这部剧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了。客观而言，放眼整个剧组的班底都特别的优秀，这一点我也聊过几期的了。这种打着灯笼辛苦找来的好戏，无疑对于拼命的王一博而言，真的是绝佳的学习的机会了。关注这部剧的人早就知道了，芒果一直都想让这部剧尽早的上映，尽快的回笼自己的资金。结果呢，原本去年年初的定档拖足了整整1年了。悲催的王一博还参加了许多相关的活动宣传呢。结果呢，是没有了结果，因为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这部时代正剧居然最终还是没有过审。没有过审就意味着这部剧的某些方面不符合政府的要求，修改删减后可以继续的重新的送审一次，再试一次。因此呢，这部剧拍摄完成到现在也差不多快2年了，
光送审就超过了整整7次了。可以说题材上的敏感度超过了以前的标准了，因此呢，审核也是层层的加码了，越来越严格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谁是凶手的魔山的桥段势必再次上演了。所以呢，请各位翘首以待的朋友们，先把各种的期待值压到最低，否则王炸姐姐无辜烂尾的翻版极有可能会发生在王炸弟弟的身上了。即便这个故事绝对不会出现离奇的收官，但是支离破碎的程度到底滑落何方呢？目前为止没人能够知道。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冰与火是根据真人真事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所以呢，其中注定会牵扯到很多的现实的难题和问题的。因此要保护好缉毒警察的个人隐私及其家人的讯息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因此呢，现实危险性要降到最低的话，那么那些剧情精彩度那就肯定会缺胳膊少腿的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维稳是件天字号的头等的大事，很多维稳背后的故事都是国家级的机密，绝不能公开公示的。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境外势力通过各式各样的视频的解读、视频的方式去深入的探究和发掘社会主义的幕后的机密，很多同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都必须的魔删、魔删再魔删，魔改、魔改再魔改。所以呢，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问题还是要埋在地底下好过了，特别是那些卧底，特别是陈晓的那些戏码。而且这回王一博第一次尝试的这个警察的角色，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警种，是所有的警种当中算是非常敏感和非常危险的一种了。王一博的个人的形象一路都高冷，特别是眼神跟气质都非常符合社会主义警察的冷面的形象。因此警装王一博注定会颠覆以往大家伙对他的所有的认知和印象了。所以说单纯吃瓜的话，这部剧的期待值注定已经拉得满满的了。严重值得一提的是，狼殿下因为魔山的缘故，从一部大男主剧秒变成为了大女主剧，进而呢整个故事节奏也都跟着变味儿了，变直了。这回冰与火反复的碰上了严苛过审的坎儿，这两位男主的戏份肯定会被大幅的删减的，特别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涉嫌涉密的卧底的戏份。如此这般的话，陈晓自自然然就是中灾户来的了。因此呢，如果陈晓的存在感大幅的减弱的话，那么警装的那个王一博存在感就会加强的了。这对陈晓是件大悲剧了，而对王一博来说就是小悲剧的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故事浮于表面的话，少了深层次的感动和戏肉，注定会让人陷入到了迷茫当中的，注定会跟凶手一样的。话说中国人民的重要的维稳力量，也就是警察节，终于盛大迎来了第2个年头了。冰与火的警装警察王一博自自然然也要在百忙之中录制了 VCR， 来向奋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虽然
相当搞笑的是，相关的词条的下面都是清一色的网友的质询，也就是都在询问说，成语警官何时到来呢？这种抓狂的喜感真的是足量黄金般的存在感了。话少活多的这个王一博，则是埋头的献唱了人民警察节的主题曲，也就是替我诉说。这首新歌选在了警察节上发布，算是诚意满满的了。化身主流媒体宠儿的这个王一博，这回居然还有劳党媒官媒的人民日报来盛大的发布这首歌，这种架势真是排场十足的那一种了。不仅为冰与火注入了最强的宣传的动力，也直接的证明了主流媒体对于这首歌的千万的祝福，以及对于演唱者王一博的高度的认可了。说了半天胡思乱想，您依旧热切的期待非完整版的冰与火与您见面吗？如果您感觉无法回答的话，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拒绝魔删，或者说拒绝魔改这4个大字，因为前车可鉴。赵丽颖的谁是凶手烂尾影评现在依旧在一路下滑当中，真的是万分的多谢魔删魔改的魔力了。但愿冰与火能够在不泄露任何丝毫的国家机密的完美的情况下，尽量的保留住任何的精彩吧。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冲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温暖和互动，都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阳光、水和空气。这些点点滴滴的能量串接起来了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既是萤火，也是霞光，既能够点亮了整个的黑夜，也能够带来了全部的希望。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都是注入到云彩当中的小溪流。所以呢，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